国中央司令部及五角大楼已确认，3月19日凌晨2时50分，一架在伊朗上空执行战斗任务的 F-35A 隐形战斗机遭到攻击，受损后紧急迫降于中东地区的一处区域性美军基地。但全球飞行跟踪网站却显示，多架隶属于第160特种作战航空团的 CH-47 支弩弹，当时从驻的约旦穿过沙特领空，在波斯湾沿岸荒漠进行割草式的低空反复盘旋，呈现出典型的寻找残骸飞行员特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则宣称，该战机被其新型先进防空系统击中后受到了毁灭性破坏，并发布了一段号称由前世红外系统拍摄的锁定并击中的视频。但是频中 F-35的飞行姿态影像显得过于呆板，没有表现出任何规避动作。视频中喷气口的红外信号也过于规则，两者都缺乏真实大气环境下的抖动，所以这段视频基本上不是实战画面，反而与高端飞行模拟器的画面高度相似。尽管存在伪造嫌疑，但一些事实支撑了视频的部分真实性。美军中央司令部已经官方确认有一架 F-35A 受损并迫降。伊朗部署的多种防空系统配备了光电跟踪仪，在 F-35低空飞行时，红外传感器能在30至50公里内捕捉到信号。推测伊朗确实拍摄到了攻击画面，但为了在保密的前提下进行宣传，利用模拟器补拍或增强了视频效果。根据当日简报，这架 F-35A 隶属于驻扎在犹他州希尔空军基地的美国空军第388战斗机联队第34战斗机中队，其是美国空军首支具备完全作战能力的 F-35A 中队。在2025年6月14日发起的午夜铁锤行动中，第34战斗机中队就曾扮演了开路先锋的核心角色，在没有任何电子战机掩护的情况下，率先渗透进伊朗中部领空，利用 GBU-53B 小直径炸弹，精准摧毁了保护那坦兹和设施的2套俄制 S-400防空系统雷达车，为后续 B-2 轰炸机投掷大质量钻地弹清除了障碍。第34战斗机中队于2026年2月中旬再次紧急增援中东，部署在约旦的穆瓦法克萨尔地空军基地。作为压制摧毁敌方防空任务的先锋，该中队专门负责利用隐身性能踢开大门，清除伊朗的远程预警雷达和地对空导弹阵地。在当日的任务中，该中队的 F-35A 已与来自海军林肯号航母的 F-35C 以及 EA-18G 咆哮者电子战机实施了联合作战，目标是伊朗中部的一处高度加固的卡迪尔远程预警雷达站。其是伊朗最核心的战略预警资产，属于天波超视距雷达，是目前世界上少数能投入实战运行的战略反隐身监控节点。目前仅有中国、俄罗斯和澳大利亚部署有此类雷达，甚至美国在冷战后因预警需求变化关闭了大部分站点，仅保留部分地波超视距或科研性质的站点用于打击毒品走私。卡迪尔雷达被广泛认为是俄罗斯共振 NE 雷达的深度本土化版本，由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旗下的自给自足圣战组织开发。伊朗在长期封锁下，优先保障了预警雷达和导弹等非对称资产的研发投入。卡迪尔采用 VHF 甚高频波段，对应波长约为1米至10米，其长波特性能够有效发现隐身目标。伊朗官方宣称其对弹道导弹的探测距离达1100公里，对包括隐形战机在内的飞机目标的探测距离约为600公里。自2014年起陆续部署，已知有9座卡迪尔雷达站点，分布在塞姆南、阿瓦士、库尔德斯坦等战略要地，形成了重叠的覆盖网。巨大的网状阵列天线多个分布式的站点，加之核心数据处理中心和供电系统分立布设于深度加固的地下掩体中，使得卡迪尔具备极强的战损容忍度。它被美军视为空中打击链条上必须首轮清除的眼中钉。按照美军在海湾战争或科索沃战争中的经验，像卡迪尔这种占地面积巨大、无法移动的固定式远程预警雷达，
理应在开战后的前几个小时内就被巡航导弹或隐身战机彻底清除。然而卡迪尔处于伊朗腹地，其阵地周围布置了密集的短程防空网，包括俄罗斯提供的铠甲 S1和伊朗国产的阿扎拉赫什系统，专门负责拦截低空飞来的巡航导弹和精确制导弹药。根据战报，第一轮针对雷达站的导弹有超过70%被这些末端卫士在最后几公里拦截，加之伊朗雷达经常关机保持无线电静默，且在雷达站周边部署了大量电子干扰机和 GPS 干扰机，突破的导弹也难以实施精准的末端攻击。伊朗还在真正的卡迪尔雷达附近建造了数个电磁特征和视觉特征完全一致的全尺寸模型，甚至还配备了模拟发射机。美军在第一轮打击中摧毁的多为这些模拟天线，导致美军对摧毁效果产生了误判。因此，虽然美军掌握了大部分制空权，但由于伊朗领土广阔且防空系统采取了非对称战术，即不求全域覆盖，只求重点防御，美军战机并非绝对安全，这迫使美军在打击固定目标时必须更加谨慎，客观上给了卡迪尔生存空间。我们知道，这天之前，美军曾一度宣称已取得全面制空权，并已摧毁伊朗约80%至85%的地面防空系统和地对空导弹阵地。伊朗原本拥有的4套俄制 S-300 PMU-2 的关键交战雷达已被基本摧毁，美军甚至开始动用 B-1B 枪骑兵等非隐身轰炸机执行任务，显示出极高的制空信心。但伊朗方面反驳称，美军摧毁的许多是诱饵或过时型号。伊朗采取了隐蔽的机动部署策略，保留了包括中国 YLC-8B 和巴瓦尔373等在内的先进反隐身资产。其中关于中国 YLC-8B， 据防务安全亚洲报道，在1月中旬的56小时内，约有16架中国军用运输机密集降落伊朗。情报显示，其中包含雷达组件。检视防务周刊关联分析， YLC-8B 的交付不仅包括硬件，还涉及伊朗导航系统从 GPS 向中国北斗的战略切换，以确保在电子战环境下导弹和雷达的持续运作能力。哈德逊研究所在其2月的报告确认，中国已加快交付 HU-9B 防空系统和 YLC-8B 雷达，将其作为伊朗应对美以隐身战机威胁的全套解决方案。而路透社与半岛电视台在3月12日的报道中指出，中国提供的 UHF 波段雷达与俄罗斯的电子战互相结合，构成了对美军 B-21 和 F-35的反隐身陷阱。YLC-8B 是中国第4代防空预警探测雷达的代表型号，采用 UHF 波段2维相扫结合1维方位击扫的全数字有源相控阵体制，兼顾大范围覆盖与高数据率跟踪。天线面积约100平方米，折叠机动，单车部署，从工作状态切换到行驶状态仅需10至15分钟。这种快速撤收能力使其能够利用美军卫星侦察的窗口期或导弹飞行的间隙完成转移。对 F-22、F-35 探测距离大于350公里，稳定跟踪的火控引导距离大于250公里。其3坐标精度高，可直接引导导弹进行拦截。伊朗在制空权基本丧失且面临美军高强度防空压制下，为何伊朗的 YLC-8B 没有像委内瑞拉的 JY-27 那样被摧毁殆尽？ JY-27 属于较老的一代米波雷达，本身抗干扰能力差，且天线阵列非常庞大且沉重，展开和撤收往往需要数小时甚至更久。在现代高强度防空压制下，这种半机动雷达一旦被发现，根本跑不掉。委内瑞拉干脆把 JY-27 部署在固定的防空阵地上，也缺乏严密的点防御和电磁掩护，成了静态靶子。而伊朗不再试图维持一个覆盖全境的连续防空网，而是将 YLC-8B 作为一个个独立的反隐身节点，机动部署在复杂的山地褶皱中，使得美军难以定位。
伊朗还大量使用了与 YLC-8B 电磁特征完全一致的低成本数字诱饵。美军在初期摧毁的大多是这些发射假信号的替身。在委内瑞拉 ，JY-27 往往是单打独斗，而在伊朗 ，YLC-8B 是长波预警体系的一部分。它平时不开机，而是接收来自伊朗腹地多座卡迪尔超视距雷达推送的粗略坐标。只有当 F-35进入预定杀伤区时 ，YLC-8B 才突然开机，进行手术刀式的精准定位，随即立刻关机转移。这种战术并不新鲜。中国空军地空导弹部队在60年代先后击落5架美军 U-2 高空侦察机，其核心战术就是近战快法。为了反制 U-2 安装的电子预警干扰系统，中国技术人员改装了雷达，研制了28号天线。这种窄波束天线能极大提高在复杂干扰环境下的追踪精度。萨姆2导弹通过火车和汽车在全国秘密转移，在 U-2 可能经过的航线上设伏，直到 U-2 飞入导弹火力范围38公里甚至更近，雷达才瞬间开机。从雷达开机锁定到3枚导弹全部发射出去，整个过程要求在8秒到10秒内完成。当 U-2 座舱内的报警器响起时，导弹已经在飞向它的半路上了，飞行员根本来不及反应。而1999年科索沃战争期间，为了对抗美军极其致命的 AGM-88 哈姆反辐射导弹，南联盟空军第250导弹旅第3营在佐尔坦达尼上校的指挥下，萨姆3导弹系统在整个战争期间转移了数百次，总航程达数千公里。为了防止被美军 EA-6B 或 F-16CJ 锁定，规定火控雷达每次开启时间绝对不能超过20秒，通常控制在17秒以内。这还不足以让哈姆导弹完成完整的自动巡向和攻击循环。在整个战争期间，第250导弹旅在先后面对北约23枚哈姆导弹的直接攻击下，没有损失一台雷达和发射架，并成功击落了美军的 F-117 和 F-16。而伊朗的 YLC-8B 当天在快速机动转移过程中，也采取了尽快战法的短促、多次的开机策略。但是防空作战已经从靠战术弥补技术代差演变成了用技术优势形成局部单向透明。得益于其全数字有源相控阵体制的优势， YLC-8B 具备更强悍的波束节变与多波束能力，能同时产生多个独立的搜索和跟踪的低节或概率波束。而 F-35 的告警系统很难分辨这是普通的扫描信号还是致命的锁定信号。极高的信号处理增益可以在美军 EA-18G 的强力干扰下提取出 F-35 微弱的雷达回波。超低旁半也使得美军的反辐射导弹很难捕捉到侧漏的雷达信号，而 F-35 的隐身涂层厚度和机身边缘倾角是针对 X 波段高度优化的。YLC-8B 的 UHF 特高频波段会绕过这些涂层，并在 F-35 的机体上产生电磁谐振，使其雷达反射截面积成倍增加。我们知道，雷达的角分辨率取决于天线孔径与波长的比值。YLC-8B 的天线阵面非常庞大，约100平方米，通过大幅提升天线的等效口径来弥补长波长的精度缺陷。加之采用全相干数字脉冲压缩技术，高刷新率的3维坐标数据可以生成平滑、连续且高精度的目标航迹。UHF 波段的 YLC-8B 虽然可能还达不到厘米波火控雷达的精度，但其提供的坐标已经足以让配有主动导引头的现代导弹飞向目标的杀伤区。但为了保证安全， YLC-8B 不必全程开机，伊朗可能采用了长波引路、红外扣拦的完整战术流程。当日 F-35A 采取的是一种组合拳挂带方案，推测主要武器是 AGM-88G 高速增程反辐射导弹和 GBU-53B 暴风锤小直径炸弹。因为伊朗雷达关机和周边大量电子干扰机，反辐射导弹几乎无法施展，而且要摧毁雷达的地下设施，
飞行员只能投掷 GBU-53B。虽然 GBU-53B 最大射程有110公里，但因为伊朗 GPS 干扰，炸弹在漫长的滑翔过程中会因为 GPS 信号被截断而产生巨大的漂移，加之要识别大量高仿真、带有电磁模拟的假目标 ，F-35飞行员必须利用机载的 ANAAQ-40 光电瞄准系统这样的狙击镜，整合红外成像、激光测距和目标指示，才能在相对较近的距离锁定真正的雷达站。这正好为伊朗防空导弹的红外扣拦创造了战机。YLC-8B 在350公里外就能获取 F-35的大致航迹，且不触发 F-35的雷达锁定告警，并断续跟踪到 F-35接近卡迪尔雷达。当时远程方向有一架海军的 EA-18G 咆哮者正在实施大功率电子干扰，这架 F-35A 于是自认为可以安全地下降到2500至3000米低空的投弹航线。YLC-8B 通过数据链实时推送 F-35A 的坐标给埋伏在预定航线上的防空单元。F-35A 进入到距离卡迪尔雷达约30至50公里区间后，红旗 9B、巴瓦尔373或马吉德短程防空系统等防空单元，根据 YLC-8B 间断性指示，无需冒险打开火控雷达，通过外部或自带的红外搜索跟踪系统，即可快速捕获 F-35的红外特征。我们知道，过去20年红外探测技术的进步，确实极大压缩了隐身战机的生存空间。在1999年 F-117 被击落的年代，多是单点或少量单元的红外导引头，探测距离仅10几公里，且极易受干扰，基本不可能通过红外锁定进行中远程防空。南联盟空军第250导弹旅第3营是基于长期侦察熟悉了 F-117 航线，加上 P-18 米波雷达的粗略指引，才得以发现 F-117。但在前2次尝试开启火控雷达时，即便只有13公里距离，都无法锁定 F-117。直到第3次尝试，因为当晚天气不佳，云层密集 ，F-117 不得不低空开启弹舱门，以便顺利进行激光制导炸弹的投放。萨姆3的火控雷达才在极短时间内捕捉并锁定了信号，连续发射了2枚导弹，最终完成击落。可以说，当时击落 F-117 带有极大的偶然性，而当今的红外探测能力有了质的飞跃。现代高性能红外焦平面阵列系统在理想大气条件下，对隐身战机的探测距离可达50至90公里，基本覆盖了中程防空导弹的射程。伊朗在过去半年内大规模换装了针对隐身机热源优化的双色多色红外导引头，而高端红外探测器一直处于瓦森纳协定等国际军控体系的严密出口限制之下，伊朗几乎不可能通过官方渠道获得。但双色红外探测器在民用领域已有广泛应用，比如森林火灾监测、工业高温熔炉监控、高端自动驾驶反欺骗等。这种探测器能对比不同波段的热辐射。F-35A 的尾喷管和机身蒙皮在大气摩擦下产生的特定频段红外辐射仍会被多光谱对比算法识别。另外，用于红外探测器冷却的小型高效的斯特林循环制冷机，也可以来自民用医疗设备供应链。高性能的 FPGA 在全球电子市场上也极易获取。再通过算法补齐硬件差距，这种基于民用高端电子堆砌出的2等技术，在特定战术环境下已经具备了猎杀1等隐身机的能力。F-35A 在低空稠密大气中高速飞行的红外辐射，在30至50公里距离内，对于伊朗的防空系统的光电探测器来说非常清晰。30至50公里远在红旗 9B 或巴瓦尔373这样的远程防空系统的最小射程之外，且处于导弹动力最充沛或在转向能力最强的黄金拦截区。而且拦截弹的主动雷达导引头或红外成像导引头可以迅速进入自导阶段，无需火控雷达持续引导，留给 F-35或 EA-18G 的反制时间窗口极短。
而对于马吉的这样纯红外成像制导的近程防空系统，通过高机动部署，将发射车推进于雷达站外围的飞行航线上，一样可以进行10公里左右的近距伏击。伊朗还拥有一种极为独特且具备实战记录的介于防空导弹和无人机之间的防空巡飞弹，比如358型，按照坐标指引飞往预定空域后，会以8字形轨迹在空中长时间慢速巡飞，其飞行速度慢，热特征低，容易被高性能雷达误判为杂波或鸟类。通过体系坐标指示，依靠机头的光电红外装置再进行探测和锁定，从而可以在空中进行近距伏击。这架 F-35A 居然扛住了防空导弹的破片雨，而且在受损后隐形优势消失的情况下还能逃出伊朗，既体现了5代机极高的战场生存性，也反映了当时导弹攻击与反制之间那种秒级的生死博弈。F-35A 号称装备了上帝之眼 ANAAQ-37 分布式孔径系统，其由分布在机身的6个红外传感器组成，采用的是全周式高帧率的中波红外探测体制，理论上可以360度无死角地监控任何导弹的红外尾焰。中波红外对喷气、发动机排气和导弹尾焰的高温非常敏感，且在高空的穿透力极强。号称对大型远程地空导弹告警距离为50至100公里，对近程便携式防空导弹告警距离为10至20公里。当然，如果导弹在末端采用无动力滑翔攻击，告警距离会缩短至5至8公里。一旦捕捉到导弹的热踪迹，会瞬间确定导弹的精确3维方位和接近速度，同时将导弹位置投影在飞行员头盔上，并标出威胁等级和最佳规避航向。接着全自动深度联动梭子于 ANASQ-239 自卫电子战系统。如果来袭的是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梭子于自卫电子战系统会抓取导弹导引头的电磁波，在数字处理器中进行微秒级的修改后发射出去。导弹将会看到几十个 F-35的幻影而偏离攻击核心轴线。如果探测不到电磁波，梭子鱼会通过融合算法判定这是红外威胁，它会跳过电磁干扰，直接指挥投放 MJU-6869B 这样的多光谱红外干扰弹。不同于靠镁粉燃烧的短波红外干扰弹， MJU-6869B 采用了特殊的多光谱烟火药剂，它燃烧时产生的光谱曲线与 F-135发动机的喷气特征高度匹配，而且这种诱饵弹在弹出后不会立即失速，而是利用气动外形维持一小段时间的飞行轨迹，模拟 F-35在做大过载规避时的质心移动特征。多枚多光谱诱饵弹在空中形成的烟雾和热量场，可以干扰导弹对 F-35机体红外特征的提取。不过，现代红外成像制导本质上是一个高分辨率摄像头，更智能的基于 AI 的目标识别算法、运动轨迹分析，结合多波段红外光谱分析，可以过滤干扰弹。F-35内置的诱饵弹数量有限，在遭遇多枚导弹饱和攻击时，防御效能会迅速下降。防空导弹只要进入战机周围的一个杀伤源截面，近炸引信就会感知到目标并起爆，成千上万个高硬度预制破片呈扇形喷射出去。这架 F-35A 十分幸运，推测基于上述各种防御和机动措施，使得破片未击穿发动机核心机匣，而主要击伤了 F-35的垂直尾翼、机翼后缘控制面或部分油路等非致命部位，归功于其损伤容线设计和先进的复合材料应用，能够将局部破坏限制在较小范围内，加之自封油箱技术和核心部位装甲遮蔽，保证了 F-35A 机体结构在剧烈机动和超音速飞行中的完整。不过，结构受损意味着 F-35隐身金身已破，受损的破口会产生无数个小型角反射器效应。原本平滑的锯齿状后缘被破坏后，雷达波会在受损处产生强烈的边缘绕射，隐形涂层穿孔处会形成极强的电磁散射点，
即便只是涂层剥落产生的台阶，也会在 X 波段雷达下产生明显的反射信号。所以 F-35A 飞行员必须果断抛弃全部对地打击弹药，全速提升飞行高度，超音速脱离伊朗防空网的2次补射范围。ANASQ-239 自卫电子战系统通过制造大量假目标的电子欺骗来干扰后续防空导弹的雷达锁定。F-35A 还释放 L-70 拖曳式诱饵，这种诱饵通过电缆拖在战机后方，能模拟比战机更强的雷达和红外信号，可以诱骗伊朗随后发射的导弹。附近盘旋的 EA-18G 咆哮者接收到 F-35的求救信号后，立即切入伊朗防空网边缘。这架咆哮者开启了 ALQ-99 干扰吊舱的定向焚毁模式，集中所有能量压制了 F-35撤离航线上的伊朗地面雷达。这虽然让咆哮者自己也陷入了极度危险，但为受损的 F-35争取到了冲出伊朗领空的5分钟盲区时间。另外，根据美军的标准空战搜救与战术回收流程，推测驻阿联酋扎夫拉基地的 F-22利用持续超音速巡航能力对 F-35进行了快速接应。随后，美军完全封锁了相关区域。美军网络战司令部即刻介入，要求主流社交平台对任何偷拍的影像进行技术性限制或屏蔽。这场发生在伊朗的空天对抗，虽细节仍笼罩在信息迷雾之中，却已清晰勾勒出未来高端非对称战争的核心图景。伊朗放弃全域防空，依托超视距雷达的早期预警、YLC-8B 机动反隐身雷达的静默指引，民用高端光电元件的低成本伏击，以长波引路、红外扣拦、机动诱骗、短促开机的非对称战法，撕开了隐身战机的战术破绽。这架受损的 F-35A 或许不会成为战争史上的转折点，但一定会成为军事技术演进的一个注脚。单纯依靠隐身与电子压制，已无法在完善的分布式反隐形防空网面前横行无忌。